仅仅11天，伊朗就想和谈了。从2月28日开打，一直到3月10日，美伊联手直接把伊朗按在地上摩擦，大约50艘各型军舰被送到了海底。另一边，在 B-2、B-52的打击下，伊朗的地下武库也被吹爆了，海空军战力基本已经被清零。或许是被造得太痛了，伊朗提出了停火条件，别再打了。美伊也在考虑如何结束战争。那么美国是怎么在11天内摧毁伊朗50艘舰船的？本次美伊之战又会以什么方式结束？美伊打到现在，伊朗海军溃惨了。到3月10日，什么巴盖里号无人机航母、德纳号巡防舰，还有停在港口里的马克兰号，基本都被打成了水下幽灵船。中小型舰艇就更惨了。之前有媒体报道，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结果马上就有16艘布雷舰被送走。此外，还有大约30艘苏莱曼尼级以及各种导弹快艇。综合各方战报算下来，被击沉、炸毁或者失去战斗力的伊朗舰艇总数已经正式突破50艘大关。为了实现这一战绩，美军想了不少办法，其中最震撼的就是击沉德纳号。3月4日，美军的夏洛特号核潜艇在斯里兰卡外海溜达，正好撞见了伊朗德纳号巡防舰。夏洛特号二话不说，直接抬手就是2发 MK48 鱼雷，当场就把德纳号的龙骨给撅折了。这是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美军第一次在实战中用鱼雷击沉敌方军舰。除了水下鱼雷，美军还展示了什么叫跨领域作战。开战第一天就先扔了160多发战斧，把伊朗的指挥系统炸成了植物人。接下来的任务就简单了，挨个点名。美军最新研发的精准打击导弹，也就是 PRSM， 在中东战场上完成了全球首次实战部署。这玩意儿射程超过500公里，精度还高，直接对着停在阿巴斯港以及查巴哈港里的伊朗军舰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点名轰炸。当然，天上大哥也没闲着 ，B-52 和 B-2 联手 ，GDM 卫星制导炸弹和远程巡航导弹跟不要钱一样，一直往下丢。在这种饱和式攻击下，前面提到的巴盖里号和马克兰号要么变成烧烤架，要么直接沉底。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的战果，短短11天的时间，伊朗海军的主力已经基本蒸发，数千吨的大舰没了，最具威胁的几十艘小快艇也成了海上废铁。造完舰艇之后，美军把目光盯上了伊朗的地下武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表示，近期美军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数十枚2000磅穿甲弹。这么多年，伊朗为了防美军，把好东西全藏在山洞和地下防空洞里，以为多挖几层土就安全了。但美军这2000磅的炸弹砸下来，结果不言而喻。不仅是地下发射井，连伊朗那些造单向攻击无人机的工厂也挨个被美军点名。美国目的很简单，彻底废掉伊朗造武器的能力。赫格塞斯和凯恩将军都把话挑明了，现在美军的头号 KPI 就是把伊朗的军工基地彻底连根拔起，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都是打击目标。不过凯恩也承认了一个事实，导弹基地虽然炸得很爽，但伊朗那些藏得更深的地下核设施，目前五角大楼还没想好该怎么处理，这块骨头确实有点太硬了。为了加快拆迁的进度，美军的重火力投射能力又往上提了一档。3架美国空军 B-52H 轰炸机不远万里从北达科他州的麦诺特空军基地飞到了英国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在此之前，这个基地已经分别接受了1架 B-1B 以及另外2架后掠翼轰炸机。英国首相斯塔默也相当配合，直接大手一挥开了绿灯，允许美军从英国的基地起飞，对伊朗目标发动防御性行动。翻译过来就是，只要是去炸伊朗导弹基地的，随便飞。除了菲尔福德基地，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也已经做好准备。根据最新曝光的卫星照片来看，岛上目前还没有轰炸机的影子，但重型运输机、空中加油机以及5架 F-16已经在那边待命了。根据战区的报道，美军在使用 B-52时根本不进入伊朗的领空，而是在伊拉克或者其他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上空发射 AGM-158 JSSM 导弹，主打一个我能打你，你够不着我。伊朗想要反击都没办法。在经历一轮接一轮的狂轰滥炸之后，一直强硬的伊朗好像也顶不住了，提出了停火条件。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透露，俄罗斯、法国这些国家已经跑来德黑兰当和事佬，商量停火的事。加里布阿巴迪也顺坡下驴，提出了条件：我们停火的首要条件是不能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为。讲道理，这话听着挺硬气，但翻译一下就是别打了，我顶不住了。从2月28日开打到现在，伊朗一直在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以色列和驻扎在中东的美军基地。就火力军来说，美军和以色列打的是闪电战，想用最密集的火力在最短时间内把伊朗一波带走。所以伊朗现在的策略就是拖，利用自己国土面积大、地理环境复杂的优势，把这场快打快干的闪电战硬生生拖成泥潭里的持久战。
只要拖下去，美伊联军的后勤补给、经济消耗，甚至国际舆论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最终顶不住。对于伊朗的想法，霍里军只能说稍微有点难。在霍尔木兹海峡并未完全封锁的情况下，伊朗能拿出来的筹码并不多。特朗普已经放话了，军事行动将持续至既定军事目标已完全实现。在此之前，特朗普在迈阿密市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白宫记者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在次电话采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据称，特朗普说：“我觉得这场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了，差不多了。他们已经没有海军，没有通信系统，也没有空军了。”或许是有这方面的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也开始盘算着这场仗到底该怎么收场。特朗普在被问到愿不愿意和伊朗领导人对话时表态，听说他们很想谈，这事有可能，但这得看他们能开出什么条件。以色列这边的表态就更直接了。以色列外长萨尔表示，我们也不想打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等打得差不多了，会和美国商量什么时候收手，但具体的时间表没有，只说打到觉得适合停止为止。最关键的还是萨尔后面那句话，他说以色列的长远目标是彻底消除伊朗这个生存威胁，但这事儿只要政权还在，就很难办到。在火力军看来，美伊的目的大概是通过这场冲突为伊朗的政权更迭创造条件。在伊朗确定穆杰塔巴为最高领袖后，特朗普还通过社交媒体向穆杰塔巴发话：“你准备好见你父亲了吗？”甚至表态已经考虑接替穆杰塔巴的人选，态度很直接。总的来说，中东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美伊想通过狂轰滥炸炸穿伊朗现政权的地基，伊朗则是想要通过消耗战撑过去。只是这一次的美国不会点到为止，而是彻底实现军事目标。伊朗或许真的撑不过去。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伊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和平？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